主任，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。这是跟基建和保卫已经商量过好多次之后，最后决定把它重新恢复成单行线的。如果是咱们的话，可能会按照提示走单行线绕这一圈。一般的车辆跟普通的患者可能也会绕圈，但是你想，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？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？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，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。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，包括咱们的救护车，从大门进来，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。有道理，老罗，把这口子打开，我来跟你打招呼。好的。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他就是个头磕着了。哎，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，磕马路牙子上了。头晕吗？不晕，就是疼。会有想吐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事啊，伤口不大，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做个 CT。啊，好的。哦，好。医生，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？不会的。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、恶心、想吐的迹象？没有。从 CT 来看，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，还有出血，就是外伤，过2天痊愈就好了。哦，谢谢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。可以，明天记得来换药。哎，不行！我跟你说，必须住院。哎，医生，在哪儿交住院费？他不需要住院，他就是小伤，过2天就好了。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？要是感染了怎么办？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？你们不是有那个 EICU 吗？据说价格还不便宜。我们先住2天观察观察。就是啊，我们不在乎钱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。我们这儿确实有 EICU， 至于收费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。哎呀，多少钱我们都给，都住。对，我刚刚也说了，患者这种情况呢，不需要住 EICU， 而且我们 EICU 里面都是重病患，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。爸妈，EICU 是重病的人住的，我才不住。你懂什么？这头上的伤马虎不得。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？就是个小外伤。你就听你爸的吧，咱们住在医院，有啥情况呀都好办，是吧？哎，行了，多住点。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。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ICU， 要单人间啊。我们 EIC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。你就是这么服务的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EIC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ICU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叫肖燕是吧？我现在我就投诉你，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？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？就成信了。投诉。没事，我来处理。你别着急啊，这位家属哈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这儿的主任，我叫陆平安。你来的正好。你们这边肖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，马马虎虎、敷衍了事，一风一德很有问题。我这正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。啊，别着急，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ICU 多观察2天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可以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，我来安排，好吧？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，是吧？哎，这边请啊，这就是我们的 EICU 啊。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哈？啊，知道啊。这个 EI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啊 ，ICU 基本上呢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，啊，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。啊，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。EICU 呢，也就是急诊的 ICU， 啊，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，它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、重症监护科、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。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。啊，看起来环境也不错，还行哈。哎，赶紧处理一下，小心窒息。爸妈，这地方要住你们住，反正我不住。不好意思，医生啊。哎，好，医生，谢谢。哎，儿子。主任，内床的病人1天吐好几回，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？
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。以后你就会发现，这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。所以，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，换个角度，迂回作战。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。你也知道 EICU 成立特别不容易，所以我想，别出什么岔子就好了。我多跟您学习。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们等不起。小燕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这里不是战地医院，更不是战场。我认为，急诊科就是战场，每多一道程序，多耽误1分钟，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主任，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试试肖医生说的这个分流的方式，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，进行改善。哎，下次约球啊，拜拜。走啊，拜拜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下回我还要防你啊。拜拜。患者什么情况？患者21岁大学生，篮球比赛中突发昏迷，救护车上监测，心率168，血压72/41。稳住，左拐，抢救室2床，准备移床，1、2、3。血压、心率。血压72/41，心率168。接着静脉通道，用药把血压给我拉住。好。血糖多少？血5.2。可以排除低血糖了，也不像神经系统问题。体检图谱。血上素了，推303线干吧。等一下，无效在垫腹里。从120开始复苏到现在多久啊？1个多小时。1个多不对啊，肾上素引发的昏迷，折腾这么长时间早就醒了。血氧多少？在吸氧的状态下，血氧饱和度是85%。室超素不会对呼吸有这么大的影响。血氧这么低也不太对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有没有感冒这种。等一下，你先给他查体，我去联系一下患者家属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病史。好。刚才查体发现呼吸消失，本想送去做 CT， 但又怕中途风险高，送 EICU 观察了，安排了个床旁胸片。不好了，血氧饱和度掉到68%了。
去看看。这么着急去看患者呀，就没考虑过义务吸入？哎，可怜呐，一个大学生，运动健将，眼瞅着就要被治废了。胸片显示没有气胸，右肺片状阴影。没了。右肺完全不工作了，准备气管镜。好。一克口香糖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咱们就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了。不对呀，唐晃那丫头我了解啊，她一女汉子粗枝大叶的，这么精细的事儿，她怎么会想到呢？之前唐医生问过我患者的情况，不过我看他也搞不清楚事情的缘由。萧燕，啊？一定是萧燕找出了病因。完了完了，咱们被羞辱了。咱们被羞辱了。那个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？我管它什么牌子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你管是糖化还是萧燕呢？血压和心跳都已经稳定了，等手术室安排好了就帮你进行手术。他要是觉得渴，拿棉签蘸点水擦一下嘴唇。肖医生，那个大学生出院了。哎，可惜了，他能再多躺几天就好。本来就是异物吸入，取出就没事了，不用留院的。不过瘾呢。他要是能在这儿，就提醒那些自大狂，这儿还刻着他们的耻辱呢。你这思想啊就有问题。肖医生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一下子就能判定他是异物吸入。如果你们有空去体育场的垃圾桶里看看有多少口香糖纸的话，你们也能知道。对呀，嚼着口香糖打个篮球，那多帅啊！这个白叔不是自称聪明绝顶吗？这回傻了吧？你们呀，如果只关注病情还有指标的话，肯定想象不到。如果试着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简单了。夏医生，还是你厉害。去你的去吧，就你会说。你整理完了之后，明天拿给我就可以了。啊，行，好的，主任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主任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走啊？你不是白班吗？有个患者刚下手术，我就耽误了。你怎么也没走啊？院里不是印发了香艳起草的规范流程吗？我学习了一下。主任，我今天帮着肖医生打了个圆场，我是好意，你没生气吧？什么话？我怎么能为这事生气呢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院长一直在强调，活到老学到老。肖医生吧，说话是冲着点，可是我想着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那人情世故的表达方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因为萧燕当众顶了我几句嘴，我觉得脸上挂不住。他对这块有想法，而且又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，我觉得是件好事情。我把他的流程规范仔细地看了一下，你别说，写的还真不错。哎呀，看完之后，我这心里面倒觉得有点别扭了。肖医生是院长聘的，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留得久的。哦，我不是因为这个别扭。他即便在这儿常待，凭他的眼光和能力，人家瞧不上咱们这儿的小位置。我是为我自己别扭呢。我这一想，到这院里面已经20多年了，现在在业务能力上咱也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可以奔了，我就想着，能把咱急诊还有 ERCU 管理好，顺顺利利的不出什么事儿，我心里面就踏实。有你这个有耐心又细心还有责任心的主任在，出不了什么事儿的。好了好了，这个，哎，这么晚了，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对付一顿吧？
哎，不行，我家里我得赶紧回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们家保姆走了，哎，那你赶紧回去照顾谢云去吧。哎，你也别对付，喝口热的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走了，哎，拜拜。好。哎，老白，吃烧烤去吧，有一家烤腰子不错。我不去。你要回去自己做饭吗？叫你那家小谁一起来不完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你别给他打电话啊，跟你学坏了。怎么了？嫌烧烤俗啊？那吃西餐也行啊。就你那品味啊，中餐烧烤，西餐汉堡，你自己去吧。就你有品味，被人灭了一道不爽了吧？有什么呀？上次刘老的事儿你不胜了一局，这次输了不过1比打平而已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抓，接着抓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吃吧，我走了。你信不信他肯定回家打游戏泄愤去？又是。带着去。作业写完了吗？不是就是让你去急诊科吗？至于吗？你又跟徐元叔叔联系了是不是？我得随时掌握你在医院的表现呀，免得你哪天悲痛欲绝想不开，再撒手人寰了，我都成孤儿了。来，坐着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掌握一下你在学校的情况了啊？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学习成绩下降了。你接着发泄，我就不打扰。你给我回来，该我打扰你了啊！你看你爸，当年上学的时候，哪次不是年级第一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？徐叔叔说了，你当时是因为人矬也无才，只能靠学习来赢得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力。他还说你那是天天学到半夜2、3点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准和这个人再联系了。你除了张阿姨就徐然叔叔一个朋友了，我再不帮你维持着点，你可真的成孤家寡人了。我用不着你操心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下次考试你要是再考不好的话，小心我收拾你。爸。嗯。我觉得这只是在考验你，你千万别难过，早晚会让你回心爱的。再听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？行了，快去学习去。患者情况：患者8岁，已经失去意识，血压70/40，患有尿毒症。医生，孩子一直在做透析。你们是患者家属？是，我是他爸。我是他姑姑。患者家属外面等一下。考虑是肾性脑病导致的昏迷，做个血常规还有生化吧。室衬，准备除衬。好的。爸爸，姑姑，你们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可把爸爸吓坏了。我就知道，我们明明肯定没事的。等你好了啊，姑姑带你去游乐场啊。你说怎么样？患者情况恶化了，要转去 EICU 做个透析，给他安排一个血透析。爸爸，我不想透析。小朋友，你的病要做透析才能好啊！而且爸爸之前说过，你之前做过透析，对不对？阿姨相信你可以勇敢的，好吗？医生阿姨，我不怕疼，做透析要花好多钱，住那个病房也要花好多钱。
我不想再让爸爸花钱。床的那个烧伤病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哦，伤口愈合的还不错，徐医生已经减少了药量。一定要多留心他的这个体温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是属于术后的感染高发期。干嘛呀？去喝点水。来，喝杯水。哎呀，这小白医生吧，这脾气是挺高傲的，可是你不得不说他本事也是有的呀。再说了，咱们 EICU 现在缺的不就是人才？他要肯留下来啊，肯定是你个好帮手。光有能力有什么用啊？人品不行，能力越强，为他越大。你忘了他在新外干的那些事儿了？那不是因为年轻吗？飞马训好了可就是千里马，江月把他放在急诊，那也是相信你能够把他训好啊。你相信我能驯服他？我相信啊。你看，你在咱们科室跟院里申请的 EICU 做家属可探视的重症病房的试点，就很不错嘛。我也是借鉴了肖医生的经验，他不是说过吗 ？EICU 是收治紧急重症患者的地方。患者有的时候求生的意志啊，会影响到他最后康复的效果。有了家属的陪伴，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医治患者。为你的肯改变，愿吐普点赞。谢谢江护士长的支持还有理解。就你这286个脑袋，转速不够就别在急诊混了，赶紧申请去内分泌啥的，那儿没人跟你急，别在这儿跟我添乱了就。急诊干什么的？急诊就好比是高手对决，生死立判。你进了抢救室，面对的不是患者，是死神。你得在死神伸手前判断出他出手的方向，拦住他，救下患者。在这儿你要看得比鹰眼，跑得比狗快，最重要的是头脑冷静，思维敏捷。患者垂死，家属跳脚，谁慌你都不能慌。患者没抖，你先抖上了，别人怎么信任你？不，你烦不烦？还有完没完啊？这家伙刚主任查房就问他一句病情，就一前鼻心梗，你直接回答不完了吗？我们陈博士愣是从病情分析出了7种可能性。这好，等你一一验证完，患者坟头草都半米高了。徐老师说的对，我是应该好好学习。有什么好学的呀？啊？看看你们陆主任的水平，还有徐医生。哦对，还有那个肖医生，急诊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就是混日子的地方。混个10几20年，什么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，没问题。呸！给我们一口。哎，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，用你自己杯子喝？替我好好教育教育。白老师，您看我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？没有啊，非常完美，能把一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诊断成一个普通腹泻，那您以后水平和陆主任差不多啊。听我一句劝啊。别想太多，好好混日子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也别话不伤死不休啊！现在你也急诊科的啊，别狠起来连自己都砍。现实就是这样啊！你要是觉得别人说话不好听，那只能说明一点，自己的能力不够。能力也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行啊。这项我带的兵啊，
徐老师，我去测血糖了。等等，以后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们，去找护士长。他是这个急诊见过病患的和经历过抢救最多的人。你还是个博士，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缺乏一些实践。记住了啊，嘴甜一点，多叫季成杰，他什么都会教你的。白老师，谢谢您。难得啊，百年难得一遇，不相逢适合讨人厌。你说你和人正常接触有这么可怕吗？不可怕，就是累啊，尤其跟你在一块儿更累。你以为我不累啊？我天天看你装，我都替你累。这组微泵整夜维持。好的。医生，没啥事儿吧？他的状况不是很好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。我们当地的医生也说孩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孩子他妈呀走得早，我又忙。明明5、6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家里干活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都学。我们邻居都说，就没见过这么懂事儿的孩子。注意一下生命体征，有异常叫我。好。谢谢医生。哎，医生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让你缝针去吗？我们等老板来缴费呢，我们俩身上都没带钱。哦。医生，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。难受？啊。你怎么了？哪儿还疼了？不疼，我就觉得，我也说不好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有点不舒服。他肯定是被吓着了，没啥事。啊，那你这样，你先坐会儿，等会儿缝完针，看你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再跟我说。回去呢，多休息，侧卧啊。怎么了？被车撞了。帮你检查一下吧，你往后靠。现在什么感觉？我也说不好。车祸以后，短则几个小时，长则1周都是观察期。你有什么症状，你要说出来。谢谢你，医生，我也是。他真没啥事儿，这磕碰碰的小伤，在我们工地上见多了，这个医生都给看过了，估计是吓的。我再帮你做个检查吧。这个不用查了吧？他刚刚都查过了，这真没啥事儿。你又不是患者，你怎么能替患者做决定呢？但是这个事我知道啊，他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一边，就那货车往后倒，没看着他，就刮了一下。你看这挺吓人的，没啥事儿，是不是老张？哎，等等，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哪血？这肯定是嘴上的这个。这个患者验个血，安排 CT， 还有 MRI。好。现在不完全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性。颅内出血？颅脑损伤引起的颅底骨折通常会伴有耳漏，耳漏的流出物有可能就是血性液体。医生，我其实没事儿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先别动。你恶心想吐吗？躺下，躺下。你躺好了，快。你干嘛去啊？还不快点交费？我这真没钱。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到啊？主任，患者是工伤车祸，他们领导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颅内出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急转直下，必须立刻安排检查。开通绿色通道。多亏你在啊，也多亏半天没给他缝针，这要早就放回去了。没耽误病情就好。我听说因为门口动线的事儿，陆妈在院长那儿有点挂不住了。你也别多想啊 ，ESU 是新开设的，和各部门的磨合都需要时间，陆妈也不容易。我明白，
我以前呢总是会同时抢救好几个重伤员，紧张惯了，改不了缺人的毛病。刚刚车祸患者 CT 结果出来了，颅内大量出血，患者出现意识障碍，准备开颅。你要自己手术啊？来不及了。小燕，谢谢你救了我的病人。颅内压显示正常，血凝块已排出，准备闭合。怎么，替你排除了一个被你遗忘的潜在风险，就成你偶像了？怎么听说了？这用听说吗？整个 EICU 第一次开通绿色通道，谁都知道。阴阳怪气的。不过说真的啊，小燕医者仁心。你这么给人戴高帽子，人知道吗？那个患者开始都检查完了，他又主动过来问了几句，才发现耳道内渗血。陪他来的那个工头开始拦着不让检查，后来都慌了。主任二话没说，开通了绿色通道。那也就是我没在，你在又怎么样？你在也不一定发现得了啊。小燕算是让我明白，有时候所谓急诊啊，不一定是流着血带着伤推到你面前，要真的关心每一个病患，才会发现危重症。不吃了？听你说话恶心，吃不下。把你的格局打开点儿，承认别人好对你没坏处啊。肖医生，这是于明明的病历和配型资料，当地医院送过来的。哎呦，这个于明明也太可怜了，他那么乖，怎么能得这种病呢？那个于建国也挺惨的，明明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只剩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那个于建国呢，就靠在菜市场卖菜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养活大。谁能想到还能得这种病啊？于建国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把房子都卖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也是听说的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这于建国没有按时给明明做透析，也没有做肾脏移植的配型检查。不会吧？肾脏移植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才最大。病历上这么写的。会不会病历有误呀？你想，于建国自己不做配型，也不带明明来做透析，就在等别人的肾源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。来，再喝一口。我饱了，爸爸喝一口。这是姑姑专门给明明熬的，爸爸不喝啊。爸爸，以后不要让姑姑专门为我煮粥了，爸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明明在治病，再说了，这个粥有营养，啊，来撑着。爸爸照顾我也很累，也需要营养。明明听话啊。爸爸不喝，我就不喝。那好，明明喝这个，爸爸喝那个，好不好？来着，慢点熬，别烫着。一起喝。明明，医生阿姨找爸爸有事儿，你把粥喝了啊。我们呢翻看了明明的病历，发现你没有按时给他做透析。都怪我没本事啊！透析太贵了，而且一周要做3次，
有的时候我看明明没那么难受，我就说，就少做一次半次的，没什么影响。怎么会影响不大呢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透析的次数不够，毒素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，它就会堆积在身体的各脏器里，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。那要是马上给他做移植手术，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啊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明明身体的多脏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，他现在的身体做不了移植。来不及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当地医生都说了，说只要给他找到合适的配型，他就能好起来啊。小医生，我辛辛苦苦的攒钱，我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为了做移植手术，你怎么会说来不及呢？小医生，你骗我的是吧？你就是骗我的。您早干嘛去了？当初是你自己不去做配型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们管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怎么没喝呀？等你一起。啊，好，爸爸和你一起。爸爸，哎，医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？医生阿姨说，让爸爸照顾好明明。怎么那么慢啊？能不能快点啊？我都头疼死了。大爷，您是哪儿不舒服？啊，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您哪儿不舒服？哦，我有点发烧。您到对面量一下体温。护士，坐哪儿啊？坐那儿，耳朵不好使，以后就不要一个人出门。那儿就好。哦，好。护士，儿子肚子疼，您到那儿量一下血压就好。谢谢啊。你们这也太慢了吧？能不能快点？我都等半天了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。叫谁阿姨呢？叫谁阿姨呢？您看一下，这您谁是大姐？麻烦您，今天排队的人多，多等一会儿。我能等，我的病能等吗？要么就先给我看，要么谁都别想看。怎么回事？白医生，这位大姐说她头疼的厉害，非要插队。那你是医生啊？快给我看，我头疼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还有点心慌。你跟我走，给你检查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排在他前面的。我看您精神饱满，声如洪钟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大妈，请您去排队。谁大妈？谁大妈？你香港人给人看病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样了？反正不给我看，谁都别想看。灵芝，把他现在这个样子全录下来，一会儿就报警。录下来我就怕你啊！你们医生不给看，你还有理啦？这一直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手机3万8一台，你抢之前想清楚了。对，挺精神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头疼，哎呀，头疼死了，哎呀。把膝盖屈起来。现在我要按压你的腹部，如果感觉疼痛，你就告诉我。这疼是吗？对。来，侧过身，慢点。这真是个好的开始。希望不要是昙花一现就好了。最近有没有磕着碰着？昨天被一辆自行车给撞了，他那个车把刚好撞到我肚子这儿。我知道了。在这儿躺一会儿啊。喂，陈志，来一趟。
带患者做一个 CT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主动接诊。可能是皮破裂。这么严重啊？白老师，结果出来了。的确是皮破裂，血红蛋白只剩6克。申请输血，马上送到 EICU， 联系肝胆外科让他们会诊。好。要我说呀，你真是运气好，要不是碰到白医生，你现在就凶多吉少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医生。你好好休息，已经通知你的家人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白老师啊，你是怎么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那个患者啊？想知道啊？可我没有兴趣教你啊。啊。回去把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到时候你再来问我怎么在一群患者当中找到一个重病患者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回去就把教科书找出来。白老师，您在看病例的手术视频呢，您能给我介绍几个学习的网站吗？让你把教科书从头看一遍，看完了吗？还没看完呢。白哲啊，现在高傲冷酷、特立独行范儿玩的最好的是萧燕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换个人设吧。哎，你还不信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和唐画还有那帮小护士，是不是都觉得萧燕挺神秘、挺冷酷的？萧医生确实挺神秘的，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个谜。你看看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那你跟我说说，萧燕都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神秘啊？他第一次来急诊的时候，穿的就跟那个电影里那女骑士似的，平时上门问诊的时候，又很白衣天使，就跟两个人似的。多神秘啊！患者小区散步的时候晕倒，现在意识已经恢复，其他生命体征平稳。奶奶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夏清韵，您今年多大了85岁。85。说这有2个病人，其实只有一个病人，我为了扶他腰扭了一下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慢一点，你小心一点，注意头的位置。他刚才摔倒的时候磕到头了。哎呀，佩海，别瞎捣乱，让人家医生专心工作。奶奶，爷爷提醒的没错，是要小心一点。您现在头还晕吗？不晕，就是没劲。行，我帮您检查一下啊。医生，我在车上检查过了，他目前没有问题。他以前是医生，爱逞能，你们见谅啊。来，奶奶，您握我的手。我总觉得右手抬不起来。右上肢肌力减退。你们还是给我老头子检查一下。刚才他为了扶住我，自己摔倒了，都在台阶上摔倒了，还不敢松开我的手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带您去检查一下。我这个没事的，他刚才昏迷了1分半钟以后啊，才苏醒的。
你们给他拍个脑部 CT 啊。您是专业的。我以前是心外科医生。又开始吹牛了，谁问你了？别指手画脚的，这是医院，咱们到这儿了就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好好配合啊。小伙子，哎，赶紧给我老头子查一下他的腰。啊，您放心。哎，爷爷，这样您跟我去一下诊室，我帮您看。不用了吧，不，没事没事。那医生啊，你要给他做心电图啊，再画一下心肌酶，啊。好嘞，拜托了啊。您放心吧。灵芝，给奶奶拍一个头颅 CT。嗯，好。刚才听奶奶叫您佩海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著名的心外科专家沈佩海老师吧？嗯，你知道我？何止知道啊！您当年的研究成果可是我们重点学习材料，您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。小伙子功课学得不错，您是我偶像。哟，我这有点疼啊！哎，我是腰椎间盘突出啊，前几天呢疼得厉害，这是老毛病了，就吃了点止痛药。行，沈老师，这样我再帮您查一下腹部，疼看。嗯，好，好。哎，哦，哎，行，您都知道屈膝，啊。有点疼啊！啊，沈老师，您再忍一下。哦，疼啊！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了。哎呀，沈老师，这两个地方疼，我感觉和腰椎间盘突出的关系不大。以防万一，我建议做个 CT，您看怎么样？行，反正我们家老太太说了，你是医生，我得听你的。快点。奶奶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我能看一下报告吗？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你又不懂大脑的事儿。医生学的都是全科。姑娘，你说吧，我和他呀都是医务工作者，他是医生，我是护士，我们见得多了。是脑出血，伴有慢性硬膜下血肿。如果不干预的话，出血量会增加，肌力减退加重，到时候会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，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发生。那做手术呢？一般这种情况，我们会安排到神外去做手术。做了手术，我就能恢复吗？我就不会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吧？预期是这样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不建议做手术。哎呀，你别老插话。爷爷说的对，我个人不太建议做手术。手术成功的确可以延缓并发，减少后遗症，但考虑到您的年纪，手术风险太大了，而且我担心会有其他的术后并发症，所以我们就不做这个手术了。你别说，这是我的事儿。这个事儿你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，我就得瘫在床上，谁伺候我？你呀，就我。切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行啊？你连伺候自己都伺候不利索。我们可以请家政嘛。这个事先不着急，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姑娘，她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我也想听听。沈老师的 CT 还没有出来，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但很多腹部的疾病最早的表现就是腹痛、腰痛，所以沈老师以为是老毛病犯了，这很正常。一会儿我带着沈老师再去验个血。行，我听白医生的。白医生让查什么我就查什么，白医生不建议的，我就不做。你呀，不用拐弯抹角、含沙射影的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这可是我的病，我做主。姑娘，你不知道。
到方案，我们一定会慎之又慎的。您之前说的那些我都明白，但我还是得说，您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我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对吗？我跟老头子和手术台打交道一辈子了，什么情况没见过呀？医学就这么回事儿，尽人事，知天命。所以您还是要坚持做手术。我们参加工作的第2年认识的，结婚后60多年了，都走过来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给他递手术刀、递止血钳，老了我就给他递碗筷、递袜子。看起来呀，他是主心骨，其实他啥事儿都找我，没我不行啊。他自己以为是腰椎老毛病，就吃了止痛药，没有其他不良症状。从 CT 上看啊，胰腺肿胀有渗出物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白细胞、血淀粉酶、脂肪酶都偏高。那没错，急性胰腺炎啊，好像真的是。你要不要再去跟校园确认一下？还确认什么呀？我去找沈老师。他们转 ICU 去了。我知道。哎，沈爷爷他们呢？病人突发脑疝，送去手术室了。沈老师，奶奶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脑疝了？可能是因为他晕倒的时候啊，碰到头了，当时没事啊，我就忽略了。这没想到。你别着急，奶奶一定没事了。你不用安慰我，他的情况我清楚啊。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在他喜欢太渺茫。沈老师，现在你的情况也很危险，得和我马上回 ICU。急性胰腺炎。沈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疼痛有所缓解吗？我好多了。幸亏您听了奶奶的话，发现得早。但您这年纪也大了，有并发症状，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急性胰腺炎，发病凶险，死亡率高达60%。我知道，是你救了我，小伙子。您。
肾上腺素1毫克颈椎。但你会咽下的。不去。我们家那小院里啊，有丝瓜架，有小鱼池，我还养了一条小狗，它也叫罗恩。我是罗恩1号，他是罗恩2号。我总在想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会跟我的爱人，再回到那个小院子里，安静的过日子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阿姨，你好，这附近有叫烟巷的地方吗？烟巷，不知道。那这周围以前有没有地方叫烟巷啊？我在这儿住了快60年了，从来没听说过。
要不然你到周围去问问。谢谢你啊，没关系。沈老师，这个是死亡证明，您拿它就可以去殡仪馆办理相关的。还是让孩子们都回来一趟吧。我打过电话了。您节哀啊。我见过太多那样的场景，可亲眼看着老伴在眼前走了，才知道是心里多么的难过。哎呀，出来的时候着急忙慌的，以前的东西都是他整理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放哪儿了。您找什么？我帮您找。不是你，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老年卡。您今天就不要坐公交了吧，我帮您叫辆出租。就我一人。我赶时间。就我一人。白雪公主的裙子真漂亮。嗯，爸爸看看。等明明病好了，爸爸也给明明买一件这么漂亮的公主裙。我不要裙子，爸爸好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，应该给爸爸买新衣服。爸爸不用。哎，医生。谁让您给他吃橘子的？您不知道血甲高不能吃橘子呀？我们那儿医生说了，少吃点没事儿。那您去你们那儿看呗。医生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明明乖。阿姨就是看见坏人压不住火。医生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我爸爸不是坏人。我以后不吃橘子了。好，还有以后给你买别的水果吃。不用了，医生阿姨。爸爸说，不能麻烦别人。你怎么刚刚对明明爸爸那种态度啊？自私冷血，我已经对他够好了。爸爸。医生阿姨为什么说你是坏人？爸爸就是坏人。爸爸救不了明明。爸爸不是坏人，爸爸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。
医生，我没事吧？支气管炎，帮你开了点药，这2天别吃辛辣的，多喝水。给你开了3天的药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去取药吧。小医生，明明那儿有情况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姑娘，别憋着啊，疼你就喊出来啊！医生阿姨马上就来了啊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快看看，刚才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全身疼，也不知道是哪儿疼。这里疼吗？可能还是钙磷代谢失调引发的。医生，要不给他打个镇痛剂吧？姑娘，还疼不？暂时缓解了。咱们出去一趟吧，有些话我得跟您单独说。还是在这儿说吧，明明离不开我。咱们还是出去说吧。灵芝，你在这儿看好她，有异常随时叫我。好，走吧。谢谢啊，明明，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肖医生，啥事儿就这说吧。明明现在呢，是因为钙磷代谢失调导致的骨痛，镇痛剂只能暂时缓解，之后我们要对他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，可能……别犹豫了，有啥好药就给他上吧。明明现在的情况，之后需要定期来治疗，每一次治疗可能都要花费5、6千块钱，我要征询一下您的意见。多少钱我都花。您现在舍得花钱了，那您当初为什么不给明明去做配型？直系亲属之间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。您身为孩子父亲都不去做配型，您配当一个父亲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哥啊？你知道他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吗？他为明明付出了多少？他付出多少，他吃了多少苦，我是不知道。现在可是孩子救命的时候，您身为一个父亲，连配型都不去做。你以为他不想去做配型吗？他行了，完了，他们这么说你，我替你委屈。没你事儿，就先进去啊。我不，我今天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他们这么冤枉你，我受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我哥不想去做配型，他就是不敢，因为。
我爸爸呢？明明醒啦。今天爸爸跟姑姑都出去有事儿了，医生阿姨陪着你。医生阿姨，你真漂亮。我们明明也漂亮啊，长大了肯定是大美女。我知道，我长不大了。明明不能放弃希望，以后记得有什么疼的地方要说出来，医生阿姨才好帮你治啊。医生阿姨，我不疼，只要我不难受，就不用做透析，少做一次透析就能给爸爸省一点钱。我不想再拖累爸爸。明明可不能这样想，爸爸也说了，他离不开你的。医生阿姨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。好呀。但是你要听我保密，特别是不要告诉爸爸。好。拉钩。医生阿姨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我是我爸爸抢来的。肖医生，明明爸爸和姑姑的配型结果出来了，都没成功。概率太低了，不成功也很正常。也不知道明明还能不能等到合适的生源。咱们也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有的时候真的不想再当医生了。我明白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很难受。但是更多时候，患者需要咱们，所以咱们得坚强。走吧，去跟陆主任说说，他挺关心明明的病情的。今天几个专家呀，给于明明做了一个会诊，我相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这孩子现在肾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了，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。长期下去完全不是个办法，而且肯定会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肖医生跟我提了个建议，希望征得我的同意。我想了想，把你们几个叫过来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，而且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那肖医生，你和大伙说一下。我呢想把于明明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也就是直接地跟他说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治他了。明明虽然只有8岁，但是孩子也有知情权。死亡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这些天接触下来，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我相信他可以承受的。我反对。你说，他再懂事也只是个8岁的孩子，
死亡是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坦然面对的事儿，更别说一个孩子了。小医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明明承受不了死亡带来的压力，那病情一定会加剧恶化，那死亡就一定会提前到来。你说的这种情况，我考虑过，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勇敢面对的。告诉他真相是对他的尊重，对人、对生命的尊重。生命尊重，你说的冠冕堂皇，你真为他考虑过吗？你这么做对病情有任何帮助吗？啊，要我说，你就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，为了一己之私，不惜拿一个孩子的生命来开玩笑。白竹，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。哎，大家讨论归讨论，不要进行人身攻击。我没有人身攻击，我说的全部是实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反对，坚决不能让一个孩子承受这么大压力。白医生，你应该选择相信别人，就算他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。我只相信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医生，我有专业的判断。哎，明明爸爸，哎，主任，我能说2句吗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有什么话你说。刚才大家说的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，都有道理。我知道都是为了孩子好啊。肖医生，首先我感谢你，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们家孩子的关照。你说的对，这明明啊，是一个坚强、勇敢的孩子，做透析这么难受，你看他从来都不怕啊。这些年啊，我这辈子欠孩子的太多了，走到现在了，就让我这不称职的父亲替孩子做个主。孩子懂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如果不跟他说，让他稀里糊涂的就走了，他会怪我的。你这个爸当的可真好。主任，肖医生说的对，孩子也有知情权。爸爸，我是要死了吗？明明，我们告诉你真相，是因为知道你懂事。我们不想瞒着你，也是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。那我就是要死了，
明明，我不怕死，这样就不疼了。可是我怕没有爸爸。可惜妈妈再生一个孩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跟踪你啊！这不会是之前我打翻的那个吧？你尝一尝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了。你这人真记仇。
告诉他病情的真相。从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没错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做一名医生吗？为什么？我记得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。当时有这样一幅照片，一个男人站在医院的天台上失声痛哭。新闻的标题是：一个急诊科医生刚刚失去他18岁的患者。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医生可以竭尽全力，但我们无力抵抗死亡。所以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故事才被触动的吗？是。我常常在想，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？是什么样的职业可以让这样一个坚强的人，在一次次面对命运的这种无力感以后，还能重新回到手术台前？后来，我去了国外，做无国界救援。有一次送来一个小女孩，子弹像刀子一样在她腹部划了一个大口子，她肠子都已经流出来了。我们对她进行了全力的抢救，我们给她输血，大量的输液，唯一的一根静脉导管我们也放进去了。我们用上了全部的我们可怜的医疗资源。手术的第2天，小女孩还能跟我们打招呼，高兴地跟我们说话。再后来，她甚至可以吃香蕉、吃苹果。但是，我们眼看着她的肚子一天一天地胀了起来，人却一天天地消瘦了下去。她反复地发生肠漏，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没有氨基酸，我们没有白蛋白，甚至我们连普通的静脉营养都做不到。后来，小女孩送来的第8天，她走了。我还记得，她送来的时候裹在红色的毯子里。苍白的小脸，露着怯怯的笑容。那个小女孩，她叫巴斯敏娜。她跟于明明一样，她才8岁。在巴斯敏娜走了以后，我生了一场重病。醒来那天，我坐在山坡上，我看着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，我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，那张照片触动我的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，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所以我认为，医学归根结底就是人学。
当一个医生面对的不是疾病，而是患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。我们应该要陪着他们战胜疾病，战胜死亡。就算不能，我们也应该陪在他们身边，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患者什么情况？患者41岁，突发性呼吸困难，体温37.1，血压上压185，下压82，心率120，呼吸34，血氧浓度在不吸氧的状态下是66%。气管病史知道吗120的医生说，他之前有病史，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，走路的时候有气急。准备插管吧。任何的急诊抢救处理呢，都要保证循环和呼吸系统的有效工作。不管任何病呢，最终导致死亡的都是循环和呼吸系统的衰竭，所以要第一时间打开呼吸道，拉住血压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薛老师，徐老师说让我请您去抢救室。怎么了？有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，但我们始终找不到病因。哇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你们白医生吗？什么情况？1小时前接诊的患者，41岁，呼吸衰竭，120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，经过抢救之后，血氧饱和度一直上不去，呼吸也没有好转。病史呢？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，平常肺功能就不太好，走路有气急。这是新拍的胸片，两肺气肿，肺分里增加，此外无异常。我听过了，两侧呼吸音都是对称的，怪就怪在这里，呼吸机上应用的潮气量和吸氧浓度已经很大了，气道阻力也不高，但是动脉血氧分压还是很低。按照常理来说，通气量足够，若低氧血症不能改善，那就说明是肺血管有问题，或者是肺组织本身有问题。但是患者既没有血管阻塞的现象，胸片也看不到任何实变或者压缩的情况。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。局限性气胸。可能是在背部。背部局限性气胸，所以普通胸片发现不了，那一切都说通了。小眼厉害。刚才我也说了，你听不见啊？你又没说在背部。神经病。等一下帮患者安排一个胸部 CT， 确诊以后插一根胸管。好嘞。就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要不他还真当自己是华佗在世了。四川那个刀伤患者刀口愈合怎么样了？愈合的不错，明天就能拆线了。拆线也不能放松，避免感染。我会留意的。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患者情况：患者82岁，3不时突发昏迷，初步判断是脑干梗塞。立刻送 EICU。哎，干嘛呀？公共场合你要和我自己泡行不行？你少打岔，什么意思？给我挖坑是吧？挖什么坑？你让我去看患者情况，然后又让陈志去找萧燕，你故意的吧你？这事啊，我说什么事儿呢？大家都是同事嘛，广泛听取意见，这也没什么。1比1多无聊啊！比赛嘛，总得有个争先恐后。现在不才2比1吗？加油！我看好你。你真幼稚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
患者呢是动脉硬化造成的脑干梗塞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呀？这个不好说，要看后续的治疗了。您放心，我们已经请了专家进行会诊。您是患者家属吗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们一起教过书。那可能需要您帮着联系一下患者的家属，因为后续的治疗需要家属的签字。老张，他只有一个孙子，他叫张大海。我可以联系一下的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他能来。他的孙子不在本地吗？不过他爷爷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着也应该来看一眼吧。再说了，没有患者家属的签字，后续治疗我们很难进行。我已经通知过他了，他说要来的，可能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。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有老人的命重要呀。您再给他打一个，我跟他说。好。医生，他叫张大海。又打电话干什么呀？请问是张桂荣的家属张大海吗？你是谁呀？这里是铜山医院急诊科，张桂荣现在在我们 EICU 进行救治，因为后续的病情很有可能恶化，我们需要跟你商量一下治疗方案，请你尽快来一趟医院。又想要钱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请您尽快来医院。好，你们先治治，我马上就来。什么人啊这是？不好意思，他脾气是有点急。哎，你们二位是不是给我爷爷看病的医生啊？您好，您是哪位患者的家属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把老头送到那个什么 ECU 啊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您是张桂荣的孙。看不出来。白叔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。我来。患者家属啊，这个是张桂荣住进 EICU 之后的账单，看一下。不看，把钱退我就可以，明白吗？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下。19000啊，退了吧，我要现金啊！你看清楚了，这钱。
醒了？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。叫什么名字呀？陆桂荣。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是您的主治医生，我叫肖燕，这个是我的同事，叫唐画。哎，我给你们添麻烦了，小莲，你看，我让你分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大海呢？既然您醒了，咱们就来商量一下您后续的治疗方案吧。好啊，好。张桂荣的身体状况不太稳定，你们要多留意啊。好。张桂荣也太可怜了，怎么摊上那么个孙子呀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他本来就是张桂荣孙子啊。张桂荣以前是个老师，现在看着人也挺体面的，怎么会有张大海那样的孙子？是啊，临走之前都不进门看他爷爷一眼，这样的孙子真是够不孝的。肖医生肯定又要批评我，说我随意讨论患者的家事。你知道就好。反正如果我有这样的孙子，我肯定把他打包寄火星去。啊，不中啊！小莲，我这儿还有多少钱？医生说你刚醒过来，身体虚，不让你多说话。没事的，5万有吧？小莲。你不能再给大海钱了，你给他那就是害他。他到医院来闹来，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。他能有什么难事儿？还不是赌钱赌输了。
讨口不打闹啊！有事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来看我爷爷，能有什么事？你别闹事儿啊，这里是医院。你真当我傻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正常家属探望，我们也是拦不住的。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大海来了。孙儿啊，我看你脸色儿不好看啊。哎呦，别提了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昨儿晚上巴萨对皇马，哎，人家庄家让了巴萨半个球。这巴萨，我想着有这梅西坐镇嘛，最不济也得踢个平局吧。太不争气了，输了个0-3，哎呀，把我钱全坑进去了。这气得我一宿都没睡好，脖子都落枕了都。大海啊，听爷爷一句话，别赌了哈。按老话来讲啊，10赌9输。那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老头，你别咒我啊！我本翻不回来，没钱给你买骨灰盒。我跟你说，大海，你可别这么跟我说话，行吗？大海，你爷爷都是为你好。我跟我爷爷说话，你跟外人插什么嘴？你别管了你，你这自己病病殃殃的，你还管我？你赶紧给我钱。好，我给你，给你，给他，你给他拿，啊，你快点，我爷爷都说话了，你给他吧，给。大海，这卡里头有2万块钱，你先拿着吧。怎么剩2万了呢？钱呢？我看病得花钱呐，就这么多了。卖房子钱呢？这怎么剩这么点了呢？不是早就给你还了赌债了吗？你不够啊！我欠的账我都还不上，我怎么翻本啊？你家属小点声音。医院还有其他病人呢。我知道，你吹，你再给我2万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老头啊，你是不是想眼睁睁的看着我被这高利贷的人打死？打死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到时候哎，咱爷俩一块上地下见我爸妈去，咱老张家哎就在这阴曹地府团圆了。你看着就高兴了是吧？你干什么？大海，你呢别逼你爷爷了。你爷爷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钱了。没了。我拿过来，你给我，你等着给我收尸。哎，老头，你等着。海，哎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知道你心里怪我。怪我没把钱给大海。那2万块钱是你的，你想给谁就给谁，你说了算。我现在啊，就怕大海出事儿。我是个外人。你可别这么说。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们俩的事儿，大海一直都不同意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所以我不逼你。但是你不能这么惯着大海。他不光赌牌、赌麻将，现在还赌球。你要是再这么由着他的性子，他真的是要毁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
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追债的把他逼死啊！你好，我想交 EICU 的费用。患者叫什么名字？张桂荣，弓长张，富贵的贵，光荣的荣。账上还有8000块。那我再交2万。这个是那个。我说老头，你把钱给我，都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干什么呢？那个男人抢他2万块钱，那赶紧报警！别报警！别报警！阿姨，你没事了吧？您喝点水。谢谢。阿姨，您真不报警啊？我看张桂荣挺明事理的，怎么张大海那么无耻呀？这都是命啊！老张年轻的时候啊，一门心思想要去当兵，结果鬼使神差的他没有当上，他就硬逼着自己的儿子去当了兵，就是大海的爸爸。抗洪救灾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看你也没那么迫切想为心坏了啊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了？2只眼睛都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是跟人较劲比赛上瘾了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听我一句劝啊，去旁边的眼科给自己挂1号。哼，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就是跟肖燕比赛较劲上瘾了。等彻底把人打趴下了，围观群众纷纷鼓掌叫好，你再昂首挺胸回心外。干活去了，哎。还不来呀？他感冒了，怕传染，没让他来。小莲。那事儿，我求你，好，我帮你。
是气床的护理级别降下了，变成1级。好的，护士长。情况不错，他可能准备转出了。张桂荣身体衰竭的太快了，刚才我去给他量体温，他想跟我说谢谢，嘴张了半天都没说出来。毕竟岁数在那儿呢，身体器官都已经衰竭了，估计就这2天的事情了。哎，那个张大海好些天没来了吧？像他这样的人就应该遭报应。早上血糖就开始不稳了，我给他打了胰岛素降糖，降到14又升上去了，现在是27.5。下午开始，他的血压、心率持续性下降，血压太低了要补液，多巴胺联合去甲肾上腺素升压。好，看着不像心梗。瞳孔等大等圆也没有固定，应该可以排除脑疝或脑水肿。血氧饱和度下降，考虑肺栓塞，急查第2具体肺动脉 CTA。好。护士长，还是通知一下病人的家属。好。小李，找一下张桂荣的用药记录。好的。要不，就别再折腾他了，让他好好的走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对患者进行药物溶栓，之后的事情等张大海来了，你们再商量吧。